鄧小平一家在江西的日子剛穩住，就把癱瘓在床的大兒子鄧樸方接到了身邊。3個加起來快200歲的老人，要全天照料一個高位截癱的成年人，日子的難可想而知。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觀看。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。鄧樸方胸部以下全無知覺，吃喝拉撒全都離不開人。白天鄧小平和卓林要去工厂上工，只能等下班回来才能腾出手照顧。一家人很快摸出了章法，默默分好了工，擦身、翻身、抬着洗澡这些最重的活，60多歲的鄧小平總是搶着幹。清理髒污、換洗墊布這些瑣碎又熬人的活，卓林一聲不吭全攬了下來。70多歲的夏伯根就守着灶台打理1日3餐，還幫着洗衣物。癱瘓的人久躺容易生褥瘡，所以不管白天黑夜，每隔2個小時就得給鄧樸方翻一次身。這件事沒一天能斷，最是磨人。本該被人照顧的年紀，鄧小平卻成了家裡最主要的勞力。可他從來沒把這些當成負擔，在兒子面前更是很少唉聲嘆氣。鄧樸方後來回憶說，父親哪怕在最艱苦的環境裡，也始終是開朗的，從來沒露出過畏懼的樣子。和父親待在一起的這段日子，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，他記了一輩子。自己人生最難的時候，是父親的從容撐住了他，也撐住了這個家。日子再苦，一家人擰成一股繩挨在一起，就還有奔頭。這份互相扶持的親情，不僅拖住了病床上的鄧樸方，也守住了一家人心裡的那股勁。時間終究沒有辜負這份堅守。1973年2月，鄧小平接到通知，離開江西回到北京。那條走了3年零4個月的小道，那棟住了3年多的舊樓，都留在了身後。回京之後，他重新回到工作崗位。1975年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大刀闊斧在全國開展整頓。中間雖有波折，歷史的方向卻始終在向前。1977年，鄧小平再度復出，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。在他的推動下，全國開始撥亂反正，把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。一個改革開放的全新時代就此拉開了序幕。回頭看江西的這3年，是他人生裡最低沉的一段時光。可也正是這段日子，讓一家人相守的身影格外動人。想看更多藏在歷史細節裡的動人故事，點個關注，進主頁，我們下期接着講。